硬汉普京从2000年开始做俄罗斯的总统，已经在这个宝座上待了将近20年，如今却被一个厨子狠狠地背刺了。要是2024年任期一到，年过70的普京卸任，俄罗斯又该何去何从呢？神秘无处不在。今天跟随神秘哥的步伐，一起揭开俄罗斯没有普京会怎样的面纱。因为普京的出现，俄罗斯才能再次强大。他驯服了车臣，干掉了寡头，俘获了人心，不畏任何强敌，敢于和老美正面对峙。然而，一个国家会走向衰落，也是因为失去了强大的领导人。比如，没有了卡扎菲的利比亚，没有了萨达姆的伊拉克，通通被老美拿来当枪使了。就连在默克尔手上十分强大的德国，刚把权力移交出去，欧洲定海神针的地位就被法国轻而易举地拿走了。本就遭受到美国全方位压制的德国，再也没有出头之日，甚至还要替老美背锅。而默克尔10几年做出的努力，还要被拿出来谴责一番。彼时俄罗斯没有了硬汉总统普京，也有可能走上这条不归路。但是俄罗斯和德国有本质上的不同，主要体现在政体形势、军事力量等方面，而且从一开始就没有依附于西方国家发展，能有今天的国际影响力，全都是自己拼出来的。没有了普京的俄罗斯到底会变成什么样？执政20年，俄罗斯的总统也换过人，梅德韦杰夫和叶利钦一样，以为主动靠近西方国家就会有好果子吃，结果时任总统奥巴马根本不把俄罗斯当回事，搞得满腔热血的梅德韦杰夫从亲欧美的态度直接变成了如今这副强硬反对西方的模样。其实俄罗斯一直在被西方化和坚守本土派之间挣扎。第一次是伊丽莎白女皇从德意志手上抢回权力，执掌了俄罗斯20年；第二次是叶卡捷琳娜大帝推翻了亲西方派的政权，统治了俄罗斯34年之久；第三次是末代沙皇尼古拉2世去世，俄罗斯本土派贵族成功政变，随之而来的就是国际化的苏联诞生了。如今的普京也不例外，刚上任时和西方国家也曾有过短暂的热恋期，毕竟他本就是西化派提拔上来的。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想要融入西方，叶利钦也想，普京就更不用说了。但是在很多西方国家眼里，俄罗斯很危险，与其接纳，还不如吊着他，让他半死不活的。后来普京知道了西方的真实目的，才会有如今强硬执政的一面。其实结合历史的发展来看，俄罗斯没有了普京，只会等来一个更强大的领导者，彼时会离西方越来越远，态度也会更加强硬。一旦俄罗斯没有了普京，我国又该如何应对呢？亲俄派顿涅茨克市前国防部长斯特列尔科夫曾经说过，如果俄罗斯失去了普京，内部局势会立马崩溃，并且导致外部的失败。新的领导者上任后，很有可能放弃包括克里米亚在内的所有，并开始对我们持有反对意见。这句话什么意思？大伙儿细品。神秘哥不做过多主观的诠释。不管西方国家眼里冷血动物普京是以何种形式卸任，是2024年总统任期到了，还是被发动政变而卸任，重新统治俄罗斯的必然是更可怕的本土派冷血动物。毕竟俄罗斯这种有着非常独特政体的国家，对总统的要求是非常高的，不服众是很难做下去的。现如今的普京内外交困，他肯定想过卸任之后俄罗斯该怎么办呢？现在能够明确的一点就是不能把俄罗斯的未来放在总统一人身上。于是普京开始缩小总统的权力，将一部分移交给俄联邦议会了。就算彼时我们和俄罗斯关系走远了，不管俄罗斯有没有普京，都是我们要应对的。如何应对就看俄罗斯怎么做了，毕竟当初也是出现过中苏交恶的情况的。本期视频就说到这里，关注神秘科普院，神秘哥带你解锁大千世界。